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今天我们谈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讲谋杀俄国瓦格纳军团首领普里格金的真相被公开，其中故事再次告诉我们，不断重复的人类历史源于相似的人性。真相也同时把俄罗斯政坛的一个关键幕后人物带入大众视野。可以说，正是这个人塑造了俄国当前亲中共、反美国的外交框架。第二个话题，在2023年底，我们一起聊聊中国经济和民生，谈谈习近平东升西降的帝王伟业梦进展如何。2023年对俄罗斯的普京来说，绝对是一个沮丧之年，而他的沮丧的巅峰时刻，应该是他在普里格金的瓦格纳叛军兵临城下时，不得不仓皇逃离莫斯科的那个惊恐时刻。随后，普里格金在已经攻入莫斯科郊区的时候，忽然戏剧性的宣布停止叛乱。他的这个瞬间180度大转弯，把世界惊得目瞪口呆。那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2个月后，普里格金随着他的座机在莫斯科郊外的上空化作一团火焰。虽然在叛乱后，几乎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普里格金不会长寿，但是俄罗斯最终竟然选择如此高调的方式干掉普里格金，再次把世界惊得目瞪口呆。那背后到底又发生了什么？《华尔街日报》采访了大量西方情报机构、前美国和俄罗斯的官员，然后在12月22日发表了一篇独家调查报告，揭秘了多个关于普里格金叛变然后被谋杀的崭新内幕和一个关键人物。在过去20年中，普京成功给自己塑造了一个强人形象，一个他独自一人控制整个俄罗斯的强悍形象。但实际上，普京能够掌控俄罗斯20多年，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在帮助他，而每天操纵这个体系的是一个叫帕特鲁舍夫的人。帕特鲁舍夫的官方头衔是俄罗斯安全会议秘书，表面相当于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这个听起来极其不显眼的职称，正是帕特鲁舍夫的精心设计。这个头衔成功掩盖了他的实际权力，但是他却被俄罗斯的权力核心公认是俄罗斯第2号人物。帕特鲁舍夫是普京最亲密的心腹，直接负责解读普京的意志，并执行普京的命令。展现帕特鲁舍夫在俄罗斯的显赫地位的另一个例子是，他的大儿子德米特里原来是一个银行家，2018年却突然被任命为俄罗斯农业部长。有人甚至分析说，普京和帕特鲁舍夫的共识是安排帕特鲁舍夫的大儿子将来做普京的继承人。现年72岁的帕特鲁舍夫比普京大1岁，他为人低调，每天乘坐俄国国产轿车前往紧邻克里米林宫的政府大楼办公。他办公室装潢非常普通，在他和普京的合影中，他也总是穿着普通的深色西服，默默站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中。帕特鲁舍夫和普京的关系可以追溯到近50年前，他们在圣彼得堡的克格勃特务机构一起共事的时光。当时帕特鲁舍夫其实是普京的领导。在苏联解体前后，普京和很多克格勃特工一样，选择离开克格勃转行，而帕特鲁舍夫却选择了继续留在克格勃的继任机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工作。在普京获得当时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信赖后，叶利钦任命普京领导联邦安全局，反倒成为帕特鲁舍夫的上司。据传闻，帕特鲁舍夫在杜吉辛的去世下，对普京表示过短暂的不满情绪，但是他迅速调整了自己的情绪，并开始积极利用和普京的老关系，赢得了普京的信任。帕特鲁舍夫和普京都坚信俄罗斯的强大要依赖一个强大的特务机构来保障。掌握联邦安全局的大印后，帕特鲁舍夫着手开始改革这个特务机构，决心将联邦安全局再次塑造成俄罗斯的新贵族。在随后的日子里，
帕特鲁舍夫和他的特务机构对普京展现了无比的忠诚。2000年刚刚上任不久的普京就面临一个腐败丑闻，有人指控普京曾担任一家房地产公司的顾问，而这个房地产公司涉嫌洗钱活动。帕特鲁舍夫立刻飞到乌克兰，利用关系和手腕帮助逐渐平息了这个丑闻。对于普京的政治敌人，帕特鲁舍夫不惜全球追杀。2006年，俄罗斯通过了一项法律，实际上是允许俄国特工在国外处决被视为恐怖分子或极端分子的俄罗斯人。法律通过的几个月后，人们就发现前联邦安全局特工利特维年科突然在伦敦被一种放射性物质毒死了。利特维年科此前曾写文揭露普京和自己的间谍生涯。2008年，普京正式任命帕特鲁舍夫为俄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在这个不起眼的职位上，却利用他的个人影响力，利用他与普京的密切关系，以及他过去20多年实际控制特务机构的经验，成为俄罗斯的第2号实权人物。这个新职位给他带来的一个新任务是加强俄罗斯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这又给他在情报和外交2个领域行使权力的机会。帕特鲁舍夫的大部分工作依然是在幕后进行。他少数公开露面的场合之一是2016年他前往黑山共和国的救急行动。当时，俄罗斯军事情报部门在塞尔维亚境内秘密策划，希望在黑山制造动荡，阻止黑山加入北约。结果行动失败，俄罗斯特工的身份被公开，这让塞尔维亚政府显得非常难看。帕特鲁舍夫紧急赶赴塞尔维亚，安抚塞尔维亚政府，然后把俄国特工接回俄国。对俄罗斯外交领域有重大发言权的帕特鲁舍夫，对塑造目前俄罗斯亲中共、恨美国起了关键作用。帕特鲁舍夫似乎并不是从一开始就仇恨美国。美国在经历了2001年的恐怖袭击后，在全世界开展反恐行动。当时，身为联邦安全局局长的帕特鲁舍夫曾明确表示希望与美国的反恐行动合作。但是，利特维年科在伦敦被毒死，随后在欧洲和中东地区，其他反普京的俄罗斯人也连续神秘死亡，这让美国开始质疑该不该和帕特鲁舍夫在反恐上合作。帕特鲁舍夫体会到了西方对他态度的转变，感到被羞辱。2007年，俄罗斯在哈巴罗夫斯克市举办国际反恐会议时，美国中央情报局拒绝派遣高级官员参加，而是派出了一个由卸任的中情局官员带队的低级别代表团。结果，帕特鲁舍夫私下向美国代表团领导明确表示，请你把这个信息带回给你们中情局的领导，你们没有认真对待我们。帕特鲁舍夫和普京一样，他们都是靠俄罗斯自己的情报机构的报告来认识世界。独裁体系的一个致命基因就是，它极容易给它的领导层形成一个回声筒效应。下层官员会揣摩领导的意图，然后给领导提供领导最喜欢听的报告和分析结果。当俄罗斯的情报系统知道帕特鲁舍夫越来越讨厌美国时，他们给帕特鲁舍夫提供的有关美国的情报分析也变得越来越离谱。后果是，帕特鲁舍夫对美国的态度变得越来越极端，对美国的仇视逐渐从感性层面升华到了变态的层面。目前，帕特鲁舍夫坚定地认为，俄罗斯正在与美国进行一场民族存亡的博弈。他曾公开表示，美国想窃取俄罗斯的石油和矿采资源。今年早些时间，他在接受俄罗斯消息报采访时，非常认真严肃地声称，美国正在秘密计划接管俄罗斯，因为怀俄明州可能将发生大规模火山爆发，这场火山喷发将使美国本土不再适合居住。俄罗斯的一个2号人物竟然有这样的世界观，真让人无语。帕特鲁舍夫极端反美的另一面，就是他努力推动俄罗斯和中共关系的热情。在他心中，
只有联合中共才能和美国抗衡。美国情报官员表示，帕特鲁舍夫一直是俄罗斯和中共之间的重要联络人。这位官员表示，如果普京今年早些时间被瓦格纳集团废除或暗杀，他坚信中共会努力让帕特鲁舍夫接替普京的位置，在俄罗斯掌权。美国看到俄罗斯和中共关系不断升温，也曾试图告诉俄罗斯，俄罗斯和中国其实是有根本的利益冲突的。川普时代的白宫中国问题专家波廷格曾经利用一次和帕特鲁舍夫会面的机会，拿出了一张标有中国对俄罗斯领土主张的历史地图，强调中国和俄罗斯之间潜在的利益冲突。帕特鲁舍夫耐心听完波廷格的说法后，轻蔑地说：“我们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另外，分析表示，帕特鲁舍夫是2022年2月让普京下决心开始全面入侵乌克兰的关键人物。帕特鲁舍夫和普京一样，有着强烈的大俄罗斯情绪，他对乌克兰的占有欲比普京更强烈。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曾多次和帕特鲁舍夫会晤。博尔顿回忆说，帕特鲁舍夫平时表现得非常专业，在谈判中从不高声大气说话。但是在2019年的一次会议中，当话题转向乌克兰时，帕特鲁舍夫一改平时的作风，用非常情绪化的语气，慷慨激昂地向美国代表团大讲了20分钟的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历史。与会的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帕特鲁舍夫的愤怒。如帕特鲁舍夫所愿，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全面进攻，但是迎接俄军的不是他们期望的被解放的乌克兰群众夹道欢迎，而是乌克兰的全民誓死抵抗。在俄军节节败退、伤亡惨重的情况下，普京不得不请求普里戈金带领他的瓦格纳军团来助战。普里戈金在俄国权力体系的迅速崛起，很快就引起了帕特鲁舍夫的担忧。历史上，帕特鲁舍夫是根本不把普里戈金放在眼里的。他和普京都是来自第一系的圣彼得堡克格勃体系，而普里戈金不过是圣彼得堡的街头混混和囚犯，后来也不过是因为成为普京的御用厨子才开始发迹。虽然普里戈金借机利用他和普京的关系，打造了一个庞大的私人军事公司，在过去10年中，代表普京在乌克兰、叙利亚和北非参与了多场战争，成为普京扩大地缘政治影响的重要工具。而且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他站稳脚跟，通过为当地领导人提供安全服务，获得大量的木材、黄金、现金和钻石，建立了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海外帝国。但是普里戈金的影响力主要还是在俄罗斯以外，对帕特鲁舍夫在俄国国内的影响力没有构成什么挑战。但是随着普里戈金的瓦格纳军团在乌克兰战场上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后，普里戈金在普京的权力体系和俄罗斯民众中的威望都出现了如日中天的现象。而且普里戈金对俄军指挥官的军事无能在网上的公开批评，让帕特鲁舍夫这样的建制派非常不爽。从2022年夏天，帕特鲁舍夫就开始在普京耳边吹风，说让普里戈金在俄军体系以外拥有一支平行的军队是不对的，而且普里戈金公然侮辱军队高层，这也是个大问题。但是普京控制俄国的一个策略就是有意放纵他手下不同派系之间的矛盾，以起到互相牵制的作用。其实在2023年习近平独掌大权后，中国政坛又何尝不也在向这个模式发展呢？回到俄国，当瓦格纳军团在战场上取得了俄军没有得到的进展时，普京对帕特鲁舍夫的这些针对普里戈金的警告基本就当耳旁风。事情在2022年10月的一天出现了逆转。那一天，帕特鲁舍夫正巧在普京的办公室，他亲耳听到普里戈金在电话里斥责普京，粗鲁地向普京抱怨缺乏补给，要求普京提供急需的武器弹药。因为瓦格纳军团的士兵伤亡惨重，
普京放下电话后，帕特鲁舍夫严肃地对普京说：“你难道还看不出来，普里戈金已经变得有多么危险吗？他现在对你的权威已经毫不放在眼里了。”普京这次什么话都没说。到2022年12月，帕特鲁舍夫已经在和普里戈金的博弈中占了上风。普里戈金给普京打电话，普京已基本不接了，这就让普里戈金更加抓狂了。他越来越多地开始在互联网上攻击俄国军方高层，语言也是越来越具有威胁性。普里戈金的这个做法让普京对他更加不放心。最后的导火索是2023年6月，普京宣布拆解瓦格纳兵团，要求瓦格纳的士兵要向俄罗斯国防部登记。据说帕特鲁舍夫对普京做出这个决定起了关键作用。这个决定把普里戈金逼到了一个死角。终于6月23日，普里戈金发动举世瞩目的叛乱，25000名瓦格纳军团的士兵和坦克离开乌克兰，兵分两路，一支部队向俄军乌克兰战争的指挥中心罗斯托夫挺进，并迅速占领和接管了俄军南部军区总部。另一支部队直接向莫斯科攻击前行。在瓦格纳军团势如破竹地逼近莫斯科时，普京让帕特鲁舍夫接管了局面，自己仓皇离开了莫斯科。帕特鲁舍夫临危受命，他打了一系列关键的电话。他首先和那些对普里戈金表示过同情的军官沟通，稳住俄军。因此我们看到瓦格纳军团在向莫斯科挺进的过程中，虽然没有遭遇强烈的抵抗，但是也没有出现他们预期的大量俄军部队归顺瓦格纳军团的情况。随后帕特鲁舍夫通过克里姆林宫的电话给普里戈金打了5次电话，普里戈金都不接，情况变得越来越危急。于是帕特鲁舍夫分别给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的总统通话。2022年，在哈萨克斯坦曾发生过反总统的暴力抗议，当时俄军立刻派兵平息了哈萨克斯坦的叛乱。帕特鲁舍夫希望哈萨克斯坦能知恩图报，在这个关键时刻帮俄罗斯平乱，但是这个要求却被哈萨克斯坦总统断然拒绝了。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和帕特鲁舍夫谈完后，却立刻同意做中间人，出面劝说普里戈金退兵。卢卡申科苦苦劝说普里戈金6个小时，最后卢卡申科承诺普里戈金保证他的个人安全，并承诺白俄罗斯将收留他的全部瓦格纳军团。当普京也认可这些条件后，普里戈金在瓦格纳军团攻入莫斯科前夕终止了整个兵变，给普京留下了一点点颜面。在叛乱过后的2个月里，普京似乎履行他的承诺，并没有公开限制普里戈金的自由。大家看到普里戈金依然时常前往非洲视察他在那里的业务，并且被允许在圣彼得堡和俄国其他地区继续工作。但是在帕特鲁舍夫的眼里，普里戈金已经是一个死人了。俄罗斯权力体系内的人都知道，他绝对不会允许一个敢如此公然挑战普京的人继续活着。普里戈金看似自由，实际上他已经受到严密监控。帕特鲁舍夫还允许普里戈金继续活动的主要原因是，他希望利用这个行尸走肉，帮助他继续寻找普里戈金兵变的同伙。8月初，帕特鲁舍夫最终下达了干掉普里戈金的命令。他首先把行动计划呈现给普京审阅，普京看了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几周后，普里戈金和他的亲信乘坐他的私人专机，准备从莫斯科飞回圣彼得堡。他们如往常一样坐在飞机里，等待机场安检人员对飞机进行例行检查。当他们闲聊着最近非洲之旅时，没人注意一枚小型炸弹已经被悄悄安置在了他们飞机翅膀下。飞机正常在下午5点起飞，半个小时后，在9000米的高空，飞机的一个翅膀突然被炸飞，整个飞机立刻失控坠毁。几天后，俄罗斯媒体报道，DNA 检测确认普里戈金在坠机事故中丧生，
一起上车的还有其他9位普里戈金的亲信和机组人员。从普里戈金宣布兵变结束的那一刻，帕特鲁舍夫就开始谋划这个暗杀行动。虽然大家都知道普里戈金活不了多久，但是这个精心策划了2个月的暗杀计划，最终还是以他的大胆和高调震惊了世界。帕特鲁舍夫位居俄罗斯权力体系的第2号位置，却刻意给自己安排了一个国安会秘书的低调职位，因为帕特鲁舍夫不需要一个表面张扬的职位来吸引人的注意力。但是在让普里戈金如何死这个问题上，他却特意安排了这样一个高调的仪式，同样是他精心设计的一部分。因为让普里戈金以这种引人注目的方式死去，对维持普京的统治，对维护他自己的权威，对保证他儿子的未来都非常重要。好，下面我们谈第2个话题。在2023年末，我们来聊一聊习近平已经做了近3年的东升西降帝王伟业梦进入了一个什么状态。过去这3年，表面看世界格局反复在和习近平开玩笑，大起大落，处处出人意料。2019年底，疫情在武汉首先浮现，这个原本习近平以为拖一拖糊弄一下就可以过去的武汉肺炎，却在2020年初成为他10年执政中的第一个大坎儿。惊恐中，习近平启动中共最拿手的本事，控制不了病毒，我就全面控制人、舆论和统计数据。让习近平惊喜的是，到2020年5月，当疫情在全世界开始肆虐，把所有先进国家搞了个底儿朝天的时候，疫情居然在中国被表面压制下去了。中国抗疫的结果成为中共展现其强权制度优势的证据，这让习近平按捺不住的兴奋，连忙在2020年10月搞了一个抗击疫情胜利大会。习近平过去3年的高光时刻应该是在2021年初，当时全世界各国疫情泛滥，经济低迷，唯独中国基本没有疫情的消息，经济红火，出口上涨，房地产一路高歌。这一切让习近平兴奋得不知所措，感觉必须出台一套新的世界观理论，才能匹配当时中国的盛世场面。于是习近平在2021年1月提出了一个东升西降论，意思是中国在中共的领导下将取代以美国为代表的逐渐衰落的西方文明，世界将出现100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是习近平没有意识到的是，这个高光时刻竟然是命运给他挖的一个坑。在那个志得意满的2021年，习近平认为中国经济强大无比，经得起他所有的任意折腾。于是习近平开始针对众多行业进行折腾，今天是教培行业，明天是科技平台，等等等等。折腾的结果出乎他的意料，中国最主要的行业房地产行业竟然是第一个被他折腾倒的。他对中国房地产设立的3条红线，首先引发中国房地产龙头企业恒大集团在2021年下半年轰然倒塌，连带整个中国房地产行业进入危险期。同时在2021年底，一个传染性极强、危害性较弱的奥密克戎变种开始在全球蔓延。这个变种一方面帮助世界走出疫情，另一方面它又完美地击中了习近平的软肋。2020年中共抗击疫情的所谓成功，现在成为让习近平栽倒的一个坑。他坚信清零、封城防疫政策是唯一能让中国走出疫情的政策。可是奥密克戎的传染性极强，根本封不住，而其危害性较弱，这样放开封锁的西方国家由此开始摆脱疫情的阴影，而中国人却被锁在家里，不仅造成众多的悲剧，也让中国经济进入瘫痪的边缘。2022年中共20大让习近平最终确立了他对中国的绝对控制，然后习近平就在一夜之间想明白了一个道理：我老把中国人封在家里，他们怎么给我东升西降呢？如何超越美国呢？于是他坚持3年的清零防疫政策，在一瞬间就被放弃了。
结果中国老百姓再次经历了一次全世界都没见过的疫情爆炸过程。在短短2到3个月中，中国各地又演绎出无数大悲大喜的戏剧性经历。突然放弃清零防疫政策的过程，虽然让很多中国人担心和焦虑，但是它至少给人重新带来了希望。很多人都在憧憬生活会重新回到疫情前那岁月静好的状态。在放弃动态清零后，2023年头3个月的中国经济数据也确实展现出经济似乎真的开始从2022年的残酷现实中走回来了。习近平的头脑中东升西降的梦想也再次强烈起来。网上流传一个视频，是习近平2023年3月20日访问俄罗斯时，在完成和普京的正式会晤后，在上车前，习近平特意回头和普京提起了他东升西降的理论，提到他和普京将会是开创目前100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人物。但是习近平没有想到的是，历史再次戏耍了他。从习近平告诉了普京自己的东升西降梦后，全世界经济学家都预测的中国在放弃清零政策后将出现的经济报复性反弹并没有出现。相反，从4月份开始，中国经济数据是一月不如一月，投资、消费、出口这3架拉动中国 GDP 的马车都出问题了。而与此同时，美国的经济却和中国的情况截然相反，是出奇的坚韧和强劲。历史上，抑制通胀和发展经济是如同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2个目标。为了抑制美国2021年下半年出现的高通胀，美联储在2023年把美国的基准利率提到了 5.5%， 是过去20年的最高点。目的就是一个，给美国经济踩刹车。所谓经济软着陆，是指在通胀被抑制住的情况下，经济依然处于增长的状态。经济软着陆，因为它太过美好，以至于从美联储到世界经济学家对这种状态都认为是可遇而不可求。但是从目前美国各个月爆出来的经济数据来看，美国经济是越来越清晰的正向着那个软着陆的美妙境界推进了。在通胀方面，美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11月份比10月份下降了 0.1%， 这是美国自2020年4月以来首次出现下降。年度同比价格上涨了 2.6%， 这和美联储 2% 的通胀目标也非常接近。而与此同时，最新发布的美国2023年第3季度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竟然达到了 4.9%。 虽然中共统计局报出来的中国 GDP 增长数据是神奇的中共目标数值 5%， 但是这个数据实在和中国其他各类统计数据打架太厉害。特别是2023年中国房地产投资是负增长。因此连一贯对中国官方数据照单全收的西方主流媒体也不得不质疑中共的 GDP 数据。据华尔街专家综合分析，中国2023年的 GDP 增长可能只有 0% 到 2.5%。 一个中共自己的经济学家表示，在过去这2年，中国经济规模已经从美国经济规模的 70% 缩小到了 67%。 如果按照目前中共政策再走下去，未来中国经济还会进一步下走，返回到只占美国经济规模 40% 的状态。这个现实显然是和习近平的东升西降论在唱对台戏。我没有查到习近平在2023年3月以后在公共场合再提到过他的东升西降论。如果中美经济在2024年延续2023年后半年的发展趋势，习近平的东升西降论很可能和毛泽东当年的东风压倒西风论一样，变成一个不得不被封藏的真理思想。这个世界只有它的运行规律，总想给这个世界指出发展方向的人，到头来基本都是自己打脸的下场。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并推荐杰森视角这个频道。